听说你3万岁上开府建衙时，天君赐了洗蜈蚣的名字。不错。只是你这里如此昏暗，倒像那东海百日宴的水晶宫那般。因为你见不得强光。因为我。 芊芊，我带你进去。哎，想不到来你这九重天，竟然要跳进来，不能走正门。 若走正门，定会将大大小小一院子全惊动了，呼呼喝喝的甚讨人厌，哪有跳墙来的方便？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我们来得早，还没到那个佳云小仙来送文书的时辰。你该不会是没有告诉他，不要将文书送到青丘？ 让他白跑一趟吧。你刚刚说的有道理，还好没从正门进来，惊动那些小仙，不然会很麻烦。话说回来，昨天我们回来的晚，积了多日的文书，你阅得怎么样了？ 总瞧着这太子比东华那等板正的神仙还要严肃沉稳，今日却能流露出这么一番少年人才有的神色来，着实不易。我有件事与你商量。芊芊忽然如此认真，不知是为何事？不是什么正经的事。 我将在这九重天上休养2、3日。既然来的时候是悄悄来的，没有打出上神的名号，也不能让你大张旗鼓地为我辟出一处寝殿来。不如就在团子的庆云殿凑合2日罢了。你想住阿离的庆云殿？不方便吗？我早已为你辟出了一处寝殿。 啊，对了，我师父的事，外人不会知晓的。你这院子里也有桃花，是蟠桃园搬过来的吗？这是300年前我种的，到了今年才开这第一束花。300年才开第一束，你也真是有耐心。一览芳华，真是个好名字，跟你这洗蜈蚣倒是很配。为何自从迈入这院子，就感觉不太对，不太舒服？上神，喝茶。嗯。 果然是你，奶奶等了你300年，你终于回来了。
殿下，这结魄灯果然是圣物，做的娘娘一丝都没差的。这位仙子，你应该是认错人了。老身是青丘的白浅，并不是你口中的娘娘。奶奶，这位是青丘的白浅上神，他会在院中暂住几日，便由你来服侍。起来吧。上神待会儿会去灵宝天尊的天泉洗浴，你先去做好准备。是。你先去休息一下，我去把阿离抱过来。好。什么？白浅上神来了九重天？是啊，娘娘，刚才进了南天门，如今已经入了一览芳华了。你说什么？一览芳华？那个地方，君上不是从不让人靠近的吗？是啊，娘娘。奴婢也觉得很奇怪。按理说，这君上300年来一直都护着那个凡人住的地方，如今怎么突然就准许别的女人来住？心诺，我觉得这个白浅比我想象中的要难应对。娘娘为何这么说？君上为他屡屡打破禁忌，就像失了心魄一样。我之前还安慰自己，说没关系，起码君上心底最爱的是一个死人。可是现在，心奴，你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无论何时，你都会帮我赢回燕娃的心，对不对？娘娘放心，奴婢一辈子都是娘娘的左右手，一定会帮娘娘。娘娘，你先不要怕，他才刚来九重天，还不熟悉这儿。毕竟我们已经住在天宫里几万年了。对，我不能慌。我是这西梧宫明媒正娶的侧妃，我不该慌。我该静观其变，再看看怎么击退他。你们太子殿下一直这么喜欢桃花吗？我家娘娘很喜欢桃花。她走后，太子殿下就栽了满院子桃树。你说的是阿离的娘亲？上神也听人说起过。我初次见到阿离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告诉我了。我家娘娘她生下小殿下后就离开了。小殿下从小就是奴婢带大的。娘亲，你来啦！奶奶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奴婢说话，请上神恕罪。如今团子的亲娘已香消玉损，再享不了灵儿绕膝之乐，却让我这个做后娘的白白捡了个便宜，必是看得这小仙娥心中不忍了。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小仙娥！娘亲抱抱。娘亲呢，身子不大好，让你夫君抱吧。阿离知道了，娘亲又有了小宝宝，对不对？那书上就这么写的。
说有一位夫人怀了小宝宝，他们一家人就都不许她再抱别人家的小孩来逗。她动了，对，胎气。你这个算苗高的小娃娃，怎么连胎气都知道啊？阿丽，是谁给你看这书的？是程昱借给我的。又是程昱。这程昱真是个妙人。就算是上神有了身孕，小殿下，你脸红个什么劲儿啊？本天孙高兴了，娘亲有了小宝宝，本天孙就再不是天上最小的一个啦。倩倩，不如大婚后立刻生一个。这小宝宝如果由你来生的话，我倒是很乐意出那一份力。既然阿里也来了，不如我们一起去上清境吧。走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夜华，若是用你正妃的名义来这泡，能有几个仙娥引路？10个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我的接品不升反降，这可不是笔好买卖。若是我们继任了天君天后，便有24个仙娥为你引路，再添上4个心灵手巧的，给你搓背。这听起来还不错。参见太子殿下。此处竟有酒喝。这些酒是国酒，如果阿丽要喝，你可以喂她喝一点，但万不能让她喝多了。时令的蔬果们也都可以给她吃一点，但每样只能吃半个。你这既当爹又当娘的，真是不容易。这么多年，习惯了。你这幅扇子上面的桃花画得挺好，但缺了应景的诗词。不如你先泡着，我去给你提好词，你来书房找我。好。娘亲，夫君怎么走了？不同我们一起泡吗？天将降大任于你父君，你父君去接大任了。为凡人时你就喜欢桃花，没想到身为上神的你，依旧不改喜好。倩倩，我自欺欺人也罢，你擅长掩饰也罢，虽然我和你之间的情分比你当年和墨渊浅了许多，但你是我夜华此生唯一爱过的女人。我愿等你，等你忘记墨渊，真心爱上我。姐姐找我，今日君上终于回了紫宸殿。你若不把握机会，就不能怪我不帮你了。姐姐的意思，妙清不大明白。这是一盅给君上的补汤。君上难得回一次洗梧宫，你心思要活络些，今夜多在案前侍奉。
如若君上动怒，你不了解这个男人，他若真与你有了肌肤相亲，就一定会负责。还有，你不用怕他动怒。一来，你是阿离的救命恩人，他不会要你的性命；二来，你还有我会保住你。毕竟在洗梧宫，你只能依靠我，而我除了你，也没什么姐妹了。谢谢姐姐。上神请用。刚刚是梅子酒，这杯呢？回上神，这是枇杷果酒。枇杷果，我在青丘的时候最喜欢同阿离吃枇杷了。是啊，我娘亲最爱喂阿离吃枇杷了。醉了啊？身上这么滚烫，看来不是装的，这也太不胜酒力了吧？小殿下头一回喝这么多酒，醉成这样，奴婢还是把他送去药王府看看吧。不必了，我喝酒也喝了10几万年了，也算半个行家。阿离刚才喝的这个酒啊，是鲜果发酵酿成的，喝再多也不会醉人的。可，奴婢还是怕会有什么闪失。他是男孩子，不必这么娇生惯养。你听我的，将他抱回去睡一会儿，过3个时辰，他指定就醒过来了。是。上神请用。这小婢女竟对救主如此忠心，她的救主已经走了有2、300年了吧？回上神，奴婢并不清楚洗梧宫的事。太子宫中的事情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奴婢只听说当年洗梧宫发生了桩事儿，当时的仙娥和侍卫们都被天君贬居下界仙山了。看来天君为了掩盖这件事，还真是想得十分周全，连仙娥都换了。难怪我在青丘只听说夜华极宠爱素锦，宫中再没有任何妃子，才理所当然地以为他唯一的儿子是素锦生的。老身此番初次来到天宫，并不熟悉这里的路，还请这位仙娥带路，去太子殿下的书房。上神请随奴婢来。君上，什么事？奴婢等君上很久，好不容易等到君上回来，不知君上能否听奴婢说几句话？当初妙清因为救了小天孙，因此侍奉了君上几日饮食起居。这算是妙清的福分了。可是妙清因此却要求君上，让奴婢来洗梧宫做婢女，妄想能得到君上的垂青。这是妙清的错。妙清决定今日离开九重天，回到东海。今夜就将这一盅羹汤，当做妙清最后为君上做的了。不知君上能否把它喝下，算是了断君上与妙清的这一段缘分呢？本君与你并无缘分，但你与阿离有救命之恩，你我也算是主仆一场。这个汤，就算是了断吧。
不必了。你是不是很想本君喝下去？这汤是妙清亲手做的，自然希望君上能够喝下去。这也是妙清的一番心意。君上为何？本君想先问你几个问题。不知君上要问什么问题？前些日子，你回了趟东海。妙清因为很想念兄长，所以回去探望。你可知道，你去探望兄长那日，东华帝君正在凡间渡劫。不知道。那日东华帝君在凡间被人推了下去，同时，白浅上神也被人推了下去。他当时周身法力被本君所封，险些淹死。是吗？好险！是好险。你可知道白浅上神在这四海八荒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吗？青丘、天族都不会放过推他的那个人。苗青，你真不害怕你们东海你的兄长会因此获罪吗？你真不怕你会因为谋害上神被永坠畜生道吗？妙清一时糊涂，求君上恕罪。若不是你对阿离有救命之恩，你真以为你能活到今日吗？是妙清糊涂，求君上恕罪，君上恕罪啊！再来，你告诉我，这汤里面放的什么？这汤里是能让君上喝下之后与妙清欢好。这么厉害，谁给你的？是奴婢从凡间买的。凡间？你真以为凡间这种药对本君管用吗？妙清只是……君上，臣妾听宫娥们在议论，说君上在责罚妙清妹妹，也不知妹妹究竟犯了什么错，但想必一定是并无恶心，可能是太过思慕君上所致。还望君上能看在妹妹曾救过阿离的事情上，饶过她这一次吧。此处竟无人守着吗？该不会当头鸿运又让我撞上别人闺阁斗趣吧？夜华虽冷漠沉稳些，到底血气方刚。这天上的一众仙娥又都生得不错，但夜里对着一案的枯燥公文，定然十分烦闷。晃一抬头，见着一位眉目似画的小仙娥在一旁红袖添香，自然是要云雨一番。我还是避一避吧。浅浅，你这一来一去的到底要做什么？那扇子我已经贴好词了，你进来拿吧。罢了，倒是要看看你能瞧上的仙娥是如何仙姿。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好美的一双眼，
可惜这小仙娥虽生的也不错，却配不上这双眼。你这双眼睛，生的倒是不错。瑟瑟。妙清公主，本君这洗梧宫实在腾不出任何位置来容你了。明日一早，你便回东海。只要你不再做什么出格的事，本君对过去既往不咎，也算是还上阿离的救命恩情。素锦，你倒是很重情义。如果你实在舍不得妙清公主，不如向天君请一道旨，请天君将你一同嫁去东海，你看如何？君上，是妙清一时迷了心窍，才会用下了秦瑶的羹汤来勾引君上。君上，不管你怎么罚我，我都不会反抗的。哪怕是每日里7七49道天雷劈石，妙清都不会怕。只求君上不要让妙清离开这洗梧宫。妙清这一生的夙愿，就只能留在君上身边，一辈子伺候君上啊！娘娘，娘娘，上回妙清认错了你，你帮了妙清一次，这一次，请您再帮帮妙清吧，娘娘。妙清公主既然跪了我，如若我跪回去，也是拉不下这个脸的。少不得要说两句。你说。其实这个事情，真的不是妙清公主一个人的错。你当初明明知道她对你有情，还要把她带到天上来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报阿离的恩，让她躲过他的婚事，等她想清楚了再回东海。但她不一定是这样想的，她一定觉得你对她也动了心。你既给了他这个念想，又扮作正人君子，迟迟不肯动手，少不得便要逼着他亲自动手了。但是当初他说进来洗梧宫当个婢女，便心满意足。恋爱中女子说的话，你也信的？听老身一句话，还是尽快回东海吧。她是本君的妻，也是这洗梧宫唯一的娘娘。她既然如此说，妙清公主还是回东海吧。君上，君上！洗梧宫这么大，你能找得到一兰芳花吗？应该还是找得到吧。我送你。娘娘，娘娘，求娘娘求求君上，都是娘娘让妙清这么做的呀！娘娘，你说，是本宫让你这么做的？妙清，
本宫怜惜你对君上一片痴心，你竟要借此陷我于不义。娘娘，娘亲不是这个意思。本宫真是错看了你。娘娘，刚刚妙卿口不择言，求娘娘恕罪。既然君上已经让你离开，你也别耽搁了，现在就走吧。娘娘，娘娘，你没事吧？娘娘，还顺利吗？心诺，我终于知道为何月华会对他如此紧追不舍。娘娘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刚才看到了青丘白浅，你可知道他长得像谁？他竟与那个凡人生得一般无二。娘娘，你在说什么啊？素素，就是素素，他竟和那个素素生得像极了。送到这里，剩下的路我就认得了。哎，接下来的路我真的认得了。我送你到这里面，不是真的为你带路，我是想问你，你为什么让那个公主回东海？不是你也希望她回东海吗？只是因为如此吗？你这样问我，我倒不知该怎么答你了。果然如此。果然什么？我没有忘了之前对你的承诺，我会记得帮你纳几房侧妃的。只是，既然你不喜欢这公主，那便让她回东海就是了。说起来，这公主心机确实沉了些，今日能对你下情药，改日不知道会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来。这后宫还是清静点的好，你说呢？我原本就不该问你这话。方才将你叫入屋内，是为了让你促一促，却未想到你由始至终只是在看热闹。我在你的心中竟没有丝毫的分量。白浅，你的心中是不是只装得下那一个人？你要等他等到何时？我在你的心中已经没有丝毫的分量。白浅，你的心中是不是只装得下那一个人？你要等他等到何时？
明明之前困意汹涌，如今躺在这软乎乎的云被里头，倒睡不着。我在你的心中，竟没有丝毫的分量。白浅，你的心中是不是只装得下那一个人？阿英，阿英，你在哪里？阿英，阿英。风吹开了记忆的锁，想起旧时的你我，曾相思许诺，曾遗憾错过。桃花飘落，暗香藏苦涩。月染亮十里夜色，勾起眼底的寂寞。对你的难舍，任沧桑淹没。3600年心事。我离境，这一生一世，都只与阿英这一人相伴。如有违反，子孙尽断，孤苦一生。当初是你说，无论我是什么身份，不要同我在一起。可现在，好，我成全你。李靖，你确实是我白浅这14万年唯一倾心爱过的男子。只是沧海桑田，我们回不去。解不开因果，三生桃花柔情多，相思难舍，清心花一朵，难执手白头，看繁华醉春风。我不能死，我还有万千子民。上神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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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神昨日说小殿下3更便会醒来，如今已过了3更，小殿下却仍没有醒来的征兆，反倒是小脸越来越红。奴婢急得很，也没有别的法子，才来惊动上神的。等闲的小娃娃喝了果酒，确实睡到3更便能醒过来。看来我是高估了阿离了。照他这势头，大概要睡到明天早上了。不过你看他这小脸红扑扑的，说明酒意正发出来了，你不必担心。你该不会自打昨日抱了团子，到现在眼睛都没合一下吧？放心吧，我等下渡他些仙气，保证明天起来又是一个活蹦乱跳的团子。不过这小娃娃喝了酒，第2日最好喝些煮得糊糊的粥。你先下去歇息吧，养足精神，明早多些粥来。但小殿下若是扰了上神的安歇，你看他现在睡成这个样子，就算是将他团成一团，滚到庆云殿，他也未必醒得过来。如何饶得了我？照顾小孩子真不是件容易事，这夜华也真是颇有耐心的。
小殿下还未醒过来。真是辛苦你熬了这碗粥了。这粥放凉了也不好，上神还未用早膳吧？若是不嫌弃，且请尝尝奴婢的手艺。不必了吧？这粥奴婢熬了2个时辰，若是倒了就可惜了。况且上神稍后还要去上清静的天泉，空着赴去也不好。你说的也是，那我便尝尝吧。果真是好手艺。上神，这么大阵仗，灵宝天尊真是有心人啊。娘娘，本宫晨间散步，受一股纯然的仙气指引，不经意就走到了这儿。怎么，这一览芳华里来了什么贵客吗？回娘娘，是白浅上神。是青丘的那位姑姑。你怎的也不去我宫里通禀一声？回娘娘，君上吩咐，任何人不得打扰姑姑。不用怕，本宫明白你是个老实人，只是你不懂，本宫是这洗梧宫唯一的侧妃，而姑姑她又是未来的太子妃，这于情于理，本宫都应该去拜见才是。娘娘，君上吩咐过，任何人不得靠近一览芳华。只是今日青丘的这位姑姑来了。作为晚辈，我不去行礼问安，这岂不是会坏了我们天宫的礼数？况且我也许久没有见过小殿下了，恰好去看看。可上神已经去上清静了，小殿下也还歇着，娘娘就别进去了。上清静？灵宝天尊的上清静，不是已经关闭许久，竟重新开了吗？君上说上神在异界大战一场，受了伤。这才去天泉疗伤，是吗？那本宫更要替君上好好招待这位上神了。那晚些时候，本宫再来。我当初一见他，便晓得他是个不安分的。那东海上来的妙卿，昨夜果然出事了。也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事。听说昨天夜里，我们娘娘还去为那妙卿求了情，在君上的书房里跪了半夜。娘娘还真是万中无一的娘娘，人长得美，性子也和顺，却不知君上为什么从来也瞧不上她。我分到娘娘殿中这么长时间，却还没见君上来过一回呢。唉，娘娘不容易，真是不容易呀。是啊，娘娘这样善良慈悲，将来怕是要吃青丘那位上神许多苦头。听他们说完，你可听说青丘那位上神，孝时已有14万岁了？竟有14万岁了？那不是成老太婆了吗？哼，老不知羞的，定是用法术迷惑了君上。哼！我依稀记着，这天宫里有一道规矩，是不得妄议上神，是不是？是。这2个宫女太不像话了，惹怒上神。动怒倒是没有，
只不过偶然听到别人这样说，不大顺耳罢了。虽然我是不太计较，但这天宫这么大，总是要让人知道，这规矩立在这儿不是当摆设的。你们说是吗？上神说的是。而且这后宫呢，最忌讳热闹。我看这2个小仙娥也是性子太活泼了些，恐怕不适合这份差事。不如你们挑拣挑拣，帮他们另谋份差事吧。是。今日阿离也不在，我自己在这天泉也是无趣。你们在此候着吧，我去挑几本书来。是。你是不是给阿离喝酒了？他从昨天下午睡到现在都没醒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不过昨天多喂了他2壶果酒，让他醉了个酒罢了。他睡到现在都没醒，你怎么不通报我一声？为什么不找药王来给他看一下？阿离还是个小孩子，你干嘛这么紧张啊？我小的时候去偷喝折颜的酒，醉了4、5天都没醒，我爹娘也没怎么样啊。再说了，阿离不是个男孩子吗？你这么娇生惯养他，免不了长大了他要娘娘腔的。阿离不是你带大的，所以你就一直将他当成继子看待。如果他是你亲生的，你还说得出这种话吗？没错，老身自然生不出来这么一个活泼讨喜的孩子来。只可惜生了阿离的那位烈女子，已经跳下了诛仙台。老身师承昆仑虚，修的是逍遥道，自然没修得一副菩萨心肠，带不好你的阿离。我记得夜华君的那位侧妃，心地倒是善良得很，肯定能将阿离照顾得很好，免得在我这里吃亏了去。你不用说这种话来气我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一大早就被2个天族的奴婢编排也就罢了，回来还要被天族的太子教训。我来此处是养伤的，又不是受气的。上神，上神可见到方才是谁从这院子里出去了？怎么了？慢慢说。上神责罚奴婢吧，都是奴婢的错。上神对小殿下这般好，就算是奴婢的主子再生，也会感念上神的。此番若因了奴婢，让小殿下栽在素锦娘娘手里，那奴婢就……你刚刚说团子栽到素锦手里，是什么意思？是奴婢着急了。方才上神前脚刚刚走，素锦娘娘就来了，说是受了仙气指引，来一览芳华看看贵客，顺便看看小殿下。那素锦来见我？是。可君上早在300年前就说过，素锦娘娘是不得靠近一览芳华的。素锦娘娘这些年也一直遵守着规矩，可今日不知怎么的突然就来了，奴婢死活拦着才将她拦住。没想到我刚去后院打水，回来就发现小殿下不见了。你先别担心了，抱走团子的是夜华，跟那素锦没什么干系。上神说的可是真的？我骗你做什么？若真是那素锦把团子抱走了，我早就去抢回来了，还留在这安慰你吗？那便好，那便好。不过话说回来，看你如此提防素锦，这素锦可是与团子他亲娘跳下诛仙台这件事情有什么干系吗？天君明令了，任何人不得提起此事。当年知道这件事的仙娥，都被派去各仙山，不在天宫了。好了，你不必说了，我也懂了。他们现在在哪儿？
你便带我去看看吧。若团子无碍，我便将他抱回来。是。君上不必担心，小殿下只是酒量太浅，没什么大碍，在这醒酒汤里泡一泡，黄昏之前就能醒过来了。阿离怎么了？回三殿下，小殿下就是酒量太浅，多喝了2口。啊？好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哎，方才有人跟我说，你火急火燎抱着阿离从一览芳华冲出来，我还以为小阿离出什么事儿了呢，让你如此忧心。啊。我以为你把白浅带到天上来，也算好事将近，会心情愉悦呢。可看你这脸色，也没好到哪儿去啊。是因为要做新郎官焦虑了？上神，团子如何了？回上神，小殿下如今已醒了。醒来了，为何不跟你一道回来？君上说，小殿下方才泡了药汤，今夜就留在紫宸殿了。那今天就不送过来了？罢了，我还是去看看吧。说什么青丘女帝，还未嫁人的女人都不懂得学会照顾孩子。阿离才这么小的年纪，就为了这么多的酒，睡了1日1夜，都不觉得内疚。若是以后嫁入洗梧宫，怕阿离是没有这样的好日子过了。青丘的人大多善吃酒，他并非有意而为。是啊，我娘亲她就是觉得我爱喝，就宠着我，让我多喝了几口罢了。还娘亲呢？谁教的？白浅上神？她就是娘亲，是父亲画上的那个娘亲。画上的？回娘娘，臣妾前2日见到姑姑时也吓了一跳，确实很像。总想让你忘了300年前的事情。如今，你心里有了这位上神，本宫反倒忐忑不安了。夜华，你告诉娘，你是心里真有这位青丘白浅，还是把他当做那个凡人了？母妃多虑了。夜华的妻子，便是天君赐婚的白浅，儿臣从未把她当作别人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你作为侧妃，于情于理都应该拜见一下这位上神。臣妾今日便去了。不巧，姑姑她去了上清境天泉，明日一早，臣妾便再去一趟。好。上神，平日2位不是贴身伺候吗？今日怎能守在殿外了？君上在殿内和乐须娘娘在一起。乐须娘娘，夜华的母妃。正是。上神找君上有什么要事吗？也没什么要紧事，就是想来看看阿离。那要不要属下去通报一声？不必了，
我迟些再来吧。母妃您真是总是取笑臣妾。你都嫁入洗梧宫300年了，肚子还没什么动静，我不该问问吗？娘娘，这事又不是臣妾说了算。师父，好久没有梦到弱水河一战了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我还是不敢相信，墨渊他真的回来了。珍珍，你先在这里守着，我去将小舞带过来。你要去告诉小舞？这是他师父，他用心头血为了7万年的人，他判了7万年的人，我当然要立刻告诉小舞，让他马上来。不行，你不能就这样去。你的意思是，夜华？对，我就是害怕夜华会多想。你要记得，他是天族太子，如果他知道自己的未婚妻这样对待别的男人，就算那个人是他的恩师，这也不妥。可夜华早已经知道墨渊的存在了。大紫明宫一战，就是他将小舞和墨渊给救出来的，你忘了吗？这不一样。就算他见到墨渊的仙体，也肯定知道墨渊已经魂飞魄散了。可如今墨渊的元神就在这儿，总有一天是要彻底返回昆仑虚，重振天族的。这可不同。此时的墨渊对他来说，是一个真真正正活着的人。你说的倒也不错。看来我让小舞知道之前，得去和这位天族太子见一见了。君上为何今天脸色如此难看？无妨，何事？哦，折颜上神来了。折颜。折颜上神。太子殿下，不知上神前来所为何事？墨渊要醒了。是吗？太子殿下难道就没什么想说的吗？没有。
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醒。他如今借了西海大皇子的身体，正在慢慢的恢复元神。照眼下估计来看，大概还要7、8千年左右才能真正的回归到仙身。昨夜我去看墨渊的元神时，忽然想起小舞他拜师的那一年，他初次上昆仑虚，就是我带他去的。那时他听说墨渊是个战神，开心许久，还以为墨渊一定是那种有着3头6臂、气吞山河的上神。没想到拜完师后，他竟然还难以相信墨渊竟然长得如此模样。喂，你真没讹我啊？他真的是四海八荒唯一的战神墨渊啊！怎么，你都已经收了人家玉清昆仑扇了，也拜了师傅，难道后悔了？可他长得真的不像战神。我何处不像战神了？师傅，你生得如此秀气，像极了戏折子上那种与凡间小姐在后花园私会的小白脸，如何提得起轩辕剑呢？你是唯视我像小白脸？墨渊呐，墨渊，我这次真的送了你一个好徒弟，日后你可有的受了。哼。只是一时感怀，太子殿下不要太介意。无妨。夜华，你可曾怀疑过自己就是墨渊吗？没有。但我真的认错过，甚至于到昨晚上，都还在恍惚呢。我要去找小舞了。上神，请留步。可有什么法子，能让墨渊上神早日醒来？太子殿下竟如此想让墨渊早醒吗？这是先前这7万年来的夙愿。墨渊上神早醒一日，先前便能稍等一天。好，那我就坦白告诉你，如果想让墨渊早醒的话，首先我需要结魄灯。结魄灯。上神醒了。你先洗把脸，我这就去为你准备早膳。不必了，我想去趟紫宸殿，陪团子一起用早膳，他应该会欢喜的吧？是呀，小殿下可喜欢上神了，一定会高兴的。我这就带上神去。罢了，我还是去上清境吧。上神怎的不去陪小殿下了？毕竟不是自己亲生的，稍有怠慢又要被人批评，还是避避嫌吧。妹妹昨日一直在紫宸殿里陪乐须娘娘照顾小殿下，今晨终是脱身，便急匆匆地赶过来，特意想过来拜一拜姐姐。你竟然这么急着来拜我，为何昨日初见时不拜，现在才拜？这天宫与别处有些个不同，
若是一场慎重的参拜，必得收拾出合宜的礼度，方能显示出参拜者的虔诚。这按照天宫的规矩，姐姐方值天宫，妹妹便该来参拜的。只是这件大事，君上从来没同妹妹提起过。是以昨日初见，竟没能认出姐姐来，殿前失仪，倒让姐姐笑话了。此番妹妹来的这样迟，先给姐姐赔不是了。却是我初来乍到，不懂你们这天宫的规矩。听你这样说起来，倒还挺有趣的。那你便依着这规矩来拜我吧。方才妹妹已经拜过了呀。拜过了？你这拜也太平易近人了。你这又是做什么？方才那一拜，妹妹是依着侧妃拜正妃的规矩；现在的这一拜，却是要拜恩人。姐姐这几个月来对阿离的照拂，妹妹实在是感激不尽。阿离打小便失了母妃，因着姐姐的容貌，错将姐姐当成自己的娘亲。如此失礼，还望姐姐你能多担待些。担待倒不必，我很喜欢他。君上对阿离的母妃用情很深。当年阿离的母妃跳诛仙台，君上便跟着一同跳了下去。被折颜上神救回时，在紫宸殿一躺就是60多年。姐姐你看，这一揽芳华丽满院的桃花，就是君上为了纪念阿离的母妃所种下的。君上这200多年来，没有一时是愉悦的。姐姐，你既然同阿离的母妃长得像，妹妹觉得这实在是个缘分。方才的这一拜，也是盼着姐姐你能够早日同君上成婚，以慰藉君上那颗已经死了一半的心。这侧妃倒真是机灵得很。这是要说我青丘白浅能得夜华如此倾心相待，只是因为和阿离娘亲长得很像。亏得我在凡界游荡时瞧了许多这样桥段的戏本子，方能入木3分地领会他这个话背后的意义。你既和我推心置腹地说了这么许多，我也应当同你讲几句心里话。姐姐请说。素锦，你心里所求的东西，并不是人人都想要的。做神仙，还是不要太聪明的好。姐姐说的话，妹妹听不太懂。听不懂是吧？听不懂的话，回去闭门思过几日，自然便懂了。是。先别急着起来，我还有几句话要提点你。我这个人呢，一向受四海八荒众仙朝拜，依的是我们青丘的礼。你若说要来正经的拜我一拜，需提前3日沐浴更衣，吃斋焚香，3日后方可向我行3跪9叩之礼。这礼是麻烦了些，但若是你那夫君夜华来拜我，我也是受得起。只是我一向不喜欢小仙们这样来拜我，我觉得太过繁琐，一手心意到了便可。所以你下次若是说来正经的拜我，还是行我们青丘的礼，不必跟我提天宫的规矩了。都是妹妹疏忽了。再者，我阿娘之前并未给我添过什么妹妹，你年纪轻轻叫我一声姐姐，叫得我心里不太舒服。所以，你还是跟着规矩，
叫我一声上神吧。上神，你退下吧。是。想不到夜华竟是这样的情种。当初他应该是爱团子娘爱得深切，若我推断的没错，团子娘应该是被这素锦逼得跳了诛仙台吧。以夜华的性子，怎么没将这素锦给劈了？上神料得不错，是劈过一回。你说什么？那时，君上方醒过来，身上不济且万念俱灰，没有一丝活气息，整日只一个人关在殿中，连小殿下也不理。可不过2个月，天君便令一顶轿子将素锦娘娘抬进洗污宫。那一日，君上将一把冷剑刺入她的胸膛，天君及时赶来，将她救了回去。后来，他由天君保着，成功入了洗污宫。君上一直把他当成养着我家主子眼珠的一个罐子罢了。眼珠？他那双眼珠，便是从奴婢命苦的主子身上偷来的。乐须娘娘说，君上以为将自己的心思瞒住，让九重天的人以为他不在意我家主子，便能保住我家主子的命。可他的心思瞒住了天上诸位神仙，也让我家主子心灰意冷，以为君上当真嫌弃了他，却没瞒过天君，终究还是要了主子的一条命。奴婢失言。折颜，刚刚那个侧妃是不是看到了你，所以才行如此大礼？很多年没见你使小性子了，啊！今日我来听这墙角，却听得很有收获。哼，你四哥常常埋怨我当初不应该送你去昆仑虚，送错了，说你不过就是学个艺，怎么学得整个人不太灵光了，完全没有当初他待你时的天真活泼了。我已经14万岁了，要什么天真活泼？不过呢，夜华这侧妃确实不大合我意。我一向偏爱小仙机警灵敏，但机警灵敏过了头，在我面前自作聪明，我就不大喜欢了。你此番前来，不会只是为了听我的墙角吧？奴婢先去上清净，后着上神。折颜，300年前你就是这副神情，告诉我，师父兴许要回来了。当初我就空欢喜一场，如今，我告诉你，墨渊真的要回来了，你也不寂寞。你当真不是在骗我？丫头，这次绝对不是骗你的。前些日子，我跟珍珍去了趟西海，办了一趟事情，在那里遇到了西海大皇子。那时候我就发现这西海大皇子身上的仙气很不一般，于是我就施了仙法，查探了一番。结果查探下来，竟被我发现他是2个人，醒着的那个是他自己，睡着的另一个如何？另一个便是你师父墨渊。
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年少时也曾跟我学过这门法术。西海大皇子身上沉睡的另一个人，我随着他的源头追随过去，查出他是由一片一片破碎的灵力结合而成。试问这四海八荒，还有谁能够凭着虚无缥缈的灵力，将一个破碎不堪的人一片一片的重新结合起来？那也就是墨渊才有这个本事。再则，他是父神的嫡子，我是父神养大的，从小我们两个便在一起，他的仙气，我自然是熟悉得很。从前你曾经跟我提过，说墨渊灰飞烟灭之前，曾嘱咐你们10几个师兄弟等他。我一直以为那是他留给你们的一个念想，直到昨夜我见到他，才真正叫我佩服。墨渊这辈子从没让人失望过，这才是峥嵘男儿的本色。师父，他花了7万年才到今日这个模样，如今还有一点散，需要借旁人的仙力继续调养。想必也是因为如此，墨渊才沉睡在西海大皇子的身体里，借以调养。只是不知，那西海大皇子可担得起师父？这西海大皇子的身体只不过普通尔尔，他一身的仙力，除了要供自己修养，还要来分散调养墨渊。日子久了，渐渐就把身体拖弱了。墨渊如果真的要醒来的话，恐怕还要7、8千年。只是，这师父为何要挑大皇子？墨渊选择西海大皇子，自然有他的道理。我还记得这西海大皇子年幼时曾经欠下墨渊一个恩情，此番就当是他报恩吧。何况这西海二皇子本来就是你大师兄，就当他哥哥替弟弟报了师恩。丫头，你怎么哭了？这件事情，我心心念念了7万年，我真的怕又是空欢喜一场。方才你恨不得捏朵云彩，立即奔向西海，怎么眼下又如此磨蹭呢？方才听完你说的这番话，我实在没办法好好的待在这9重天了。就算师父还没有醒过来，我也想去看一看他。只怕你突然离开，没法对你未来的夫婿交代。来这上清净疗伤，我终归欠他人情。若是不告而别，显得我没度量；若是去告别一番，罢了。夜华君，多谢这几日的招待。芊芊，你真的要离开我了吗？上神留下这一封信就走了。他可还有什么话吗？一句话也没有，看上去应该是家里出了什么要紧事，红肿着一双眼睛，也来不及看眼小殿下就走了。去吧。他不是刚来吗？怎么忽然又走了？有件事他会请求去处理。
哦，那你心情无碍吧？我在这里候了一盏茶的时间，等你帮我解决一件棘手的事。究竟什么事能让三叔说出棘手二字？就你那表妹，知月公主现在正在父君的大殿里折腾，哭着喊着要下凡去与帝君一道受戒，能管住她的，只有天族太子夜华君你了。